这个屌了啊！他都会一直鼓励我说我很棒，也让我慢慢相信自己真的很棒，才可以继续这样子跳下去。Rebel game, rebel change, words about the rebel arts goes. 很皮，很阳光。我喜欢搞怪，很放得开，很单纯的小孩。嗨，大家好，我是吴定杰，今年14岁，然后生日的话是2007年1月30，目前是霹雳舞台湾国家代表队，期望能够参与这次的演出，谢谢。Jasper is just 17 years old and Taiwan's champion of the Redbull Breakdance Championships. He's known for his passionate, spirited, and happy style of competition. Breakdancing, which began as an underground subculture, is now a global phenomenon that has taken hold in Taiwan. 平常还是喜欢跟其他人一起练习啦，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想要有自己静一静的时间。这边就算是一个我自己的精神时光屋，比赛的冠军的那些东西，我也都放在这边。IBE 算是第一次我比较有印象的出国比赛，有一场比赛是 Outbreak， 我很紧张，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大场面。 我整个人唰到不行，海选就没有进，蛮气的，就觉得哇，为什么我没有表现好？也不是因为没有准备，是因为我很紧张而已。在中间比了各式各样的小比赛，调整状态。回国前的最后一场，刚好就是 IBE， 当下就是觉得哦，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然后真的做到了，那次就是蛮开心的。对。这是我第2次去欧洲的时候。 主要也是想要去拿这个比赛的冠军。我觉得第2次比赛就是整个环境我比较熟悉了，我整个心境也比较成熟一点，比较没有那么紧张。在欧洲，大家都不认识我，我可以放开跳，我没有任何包袱的感觉。反而那一次表现的还不错，就蛮顺利的拿到。B-boy Jasper， 我看他是上辈子就已经是跳 breaking 的灵魂的。我就说男生学什么跳舞不要啦。 他自己就很有热情，是教不习的那种热情。因为他晚上都要去练舞啊，练舞回来已经10点了，吃个东西开始写作业，都1点多才要睡觉。啊，我不管功课啦，我就是今天就是要跳舞，但是隔天还是会被学校老师处罚。两边的平衡啊，其实有点觉得找不太到。 我想要认真的冲跳舞，但是又没有办法全心全意。以前去跳舞比赛什么，每次一比赛完，我们都很紧张，赶快到后台去找他，赶快找到他，找到他不是要恭喜他，是赶快拉他回家写功课。反正我就觉得他很辛苦了。有一次啊，他就是练舞回来，瘫在沙发上，他就跟我说。 妈妈，如果世界上只有读书这件事情才可以成功，那我活在这世界上干嘛？等太久了呗，忍不住了啦。
因为这边真的都大魔王。他在国中的时候突然就很有热忱的说他想要认真练 breaking， 然后我那时候还有点半信半疑说啊你在开玩笑吗？你以前这么痞，你怎么会突然有这个想法？刚开始练的时候真的不容易。开始。慢慢的就是他在他家的动物医院里面就开始撑一些基础，然后会回传一些影片了。我要讲话啊，我怎么传给老师啊？在练习的当下会觉得很痛苦很难，练到全身酸痛，还练不起来，怎么感觉都没有进步？直到转到了第一圈风车，接回爱死的那一刻，哇，真的太开心了！我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么大的成就感，也就真的确定了，我就是很喜欢跳舞这件事情。他在那个国手积分赛的时候，在第3名争夺的时候，他紧张到哭了。那我才发现说，这小朋友他有想要，所以他会去在意说那个输赢。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会觉得说，哎，好，那他真的是想要往这条路走，那我就是去协助他。好，做一个单手侧刷。我就跟他说：“弟弟来，弟弟来，妈妈跟你讲一件事，我要给你转学了。”他说：“我不要离开我的同学。”这3位小朋友跳得不错，我们再给他们热烈的鼓掌。刚开始我也比较反对吧，因为我本身是旧体制这样上来的，哦，也是拼命读书啊。我也认为我的小孩也是能书把它读好，但是我太太她就认为说，要顺着小孩的兴趣去学习啊，什么这一些的。但是去那边不用考试，也不用写功课，他秒回说：“好，我要去。”我们太太就学着看在自学方面，看可不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她的环境。在学校体制的时候，他比赛几乎都是在中间而已，上面好像都永远有天花板盖着，永远冲不上去。但是他到自学了以后，他突飞猛进，很快的就冲到冠军了。战斗模式 Let's go, B-boys, let's go. Here we go, let's do this. 一开始可能练不会招式啊，或者是比赛成绩没有好的话，就会很沮丧。Okay, that's it. 太想晋级了。路是他自己走的，我们都会常常跟他说：“你要享受比赛啊。”怎么样？如果没有赢的时候，每一场比赛都是你的养分。如果你为了很想赢而比赛，有时候适得其反。去年第一次比BC One赛分，然后有进到台湾16强，就是很可惜第一场就输了，还太嫩了。给自己定目标说好，我明年一定要表现好。这个心理挣扎可以说是持续了1年，然后我就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一直练习。2024 Redbull BC One Cyber Taiwan Final。要比 BC One 的路上，我在路上我就跟他说：“来，手指头拿出来。”谁可以代表台湾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的 Last Chance Cypher？ 放在你的眉心轮，跟着我讲一次 ：I am winner, I am Jasper。来讲3次，他真的很认真，自我暗示，自我暗示，自我暗示。
妈妈也会一直鼓励我说，永远要记得你跳舞的初衷，因为跳舞好玩，因为跳舞很开心。我觉得去欧洲啊，我看到的所有人事物，不管是不是人，也不管是不是跳舞，我觉得都影响我很深。台湾的教育可能就是比较照着功课做，哦，今天一定要练什么练什么练什么，然后把它练好，这样。但是在欧洲啊，其实大家练习都是很欢乐的，每次练习都很像是在参加一场 party 一个 jam 一样，大家会围成一圈，轮流下自己想到最 fresh 的东西。那个 vibe 真的让我觉得很酷。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他出国之后，自己真的知道说，哦，原来世界这么大。你在 battle 的当下，你不知道你的对手是谁。不知道音乐会是什么，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只知道你准备好，你上去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说好，然后就进入一个自己的世界。现在你的视线里面只有你跟对手，这就是你们在沟通的一场较劲，一场辩论。他们在比赛的时候，比起台湾的一般的选手都更放得开，原因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你今天即便没有赢，但是你在那一 round 是让全场记住你。这才是我觉得 breaking 最有魅力的地方。今天这个对手还很凶，但我本来可能没有那么凶，因为我真的太想赢他了，可能我要凶回去。这个状态只有对到这个人才会有这个状态，会做出很多自己真的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可能手转平常只能2圈，但我今天在场上不小心做到3圈了，全场暴动，那个瞬间也会觉得哇，好爽哦！我觉得这就是即兴的魅力，当下真的很珍贵，只有看影片才可以回味，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对。他其实常常也会很沮丧啊，就会跟我说：“妈妈，人家都说跳舞养不活自己怎么办？”我都跟他说，要养活自己很容易，你去 Seven 去全家打工，1个月1、2万，你就养活自己了。但是你要追求你的梦想，要保持热情，保持兴趣，这个不容易，真的要费很大的力量才有办法做到。很感谢所有人，不只是妈妈跟小智老师，我的团员们也给了我很多的能量，爸爸妈妈、哥哥都给了我很多的能量，所以很谢谢大家。我们其实跳 breaking， 我们它就是追求一个，你今天不要看我的脸，你看我跳舞背影，看我的影子，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谁，这是小智，这是小杰。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我们的成功。这位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小智老师啊，那我跟着他练舞也练了很久，大概8年、9年左右，就跟着他一路跳舞跳到现在快要18岁了，我快成年了。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人，都有可能成为
鬼才。假如说你今天这个人可能不是很喜欢练基础，但是你的想法真的很酷，想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特别诡异的东西，别人也会看了会觉得说，哇，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根本就没有看过这种东西。也会有人，他就是很认真的把所有的基础练到最顶尖，大家就会看到说，哇，这太难了，这个谁做得出来？不可能做得出来，对不对？这太鬼了，对不对？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人，我觉得都有潜力去做到自己的样子，让这个样子去发扬光大，让所有人认识这个样子的自己。台湾区域赛很幸运的拿下来了，但是到了巴西还是希望可以把世界上所有人都拿下来，因为如果没有赢，真的就是对不起台湾剩下的那15个人，你知道吗？为什么不是他们赢，是我赢？我一直都在问这个问题，不行，这场我赢了，很幸运，很开心，但是重点还是在巴西这一场，我要让世界的人看到我要让世界的人看到台湾是多强。我希望可以带着大家的能量，一起到世界，然后打出一次好成绩。